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女友的继兄闯进我的会议室发疯，搅黄了我1个亿的单子。已经破产的女友劝我，李无缺又不是故意的，你凶什么？能不能心胸宽阔点？我笑了，本来这笔生意就是谈给你们公司的，那黄了就黄了吧，反正你心胸开阔。女友脸色当即就变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跨国生意谈得好好的，会议室的门突然从外边被推开了，女友的继兄闯了进来。沈长云，你跟我妹妹都还没结婚，凭什么婚前同居？你是不是想骗她怀孕了，然后让她无条件嫁给你？同样作为男人，你的心思我太明白了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在一天，你就休想骗我妹妹！李无缺大吼大叫，任由助理还有保安怎么拖拽他，他都死活不离开会议室。他是拳击教练，身材高大威猛，一般的人还真奈何不了他，更何况他是未来老板娘的哥哥，手底下人自然就忌惮了3分。混乱的场面中，几个外国男人脸色都变了。很显然，翻译官跟他们说了李无缺的话。沈总，看来你还有许多私事要处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对方挂着脸，我的秘书怎么解释？他们都没停住脚步，到手的1个亿单子就这么没了。沈长云，你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？李无缺瞪着我，我气笑了。我怎么不知道你向来不喜欢李媛媛？今天在这发什么神经？我请你们这么多保安，拦不住他一个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还不赶紧报警！李无缺瞪大了眼睛，你沈长云还想成为我妹夫？我告诉你们都没有。看着越聚越多的人群，我忍着怒意，冷冷地看着他。他早上去我家拿阿姨煲的汤给他妈妈，这就是跟我同居了。况且我要娶的是他，你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哥哥，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？什么没有血缘关系？在我眼底，她就是我亲妹妹。我们相处了7年，李无缺还要解释什么？我瞪向没拦住他的男助理，报警啊！给你开那么高工资，是给你养老的吗？我活脱脱要气炸了。在保安的护送下，秘书在前开路，送我到了办公室。他快速跑来，一杯安神的温茶递给我。老板，消消气。我难得泄露出疲惫的神情，整个公司也就他最让我省心了。老板，是我的错，方才紧急状态，我没有处理好，流失了一个大客户。洛安怡，不是你的错，就不要往自己身上揽错。我话音刚落，办公室的门又被推开了。长云哥哥，不是他的错，难不成还是李无缺的错吗？他作为我哥哥，只是担心我被骗，所以才激动了一些。再说了，你这么大的公司，少了一个单子也没什么吧？女友李媛媛撅着嘴就走了过来。秘书见状，立马退出了办公室，给我们俩留空间。以前我怎么没见他这么维护李无缺？2人是重组家庭，我们2年前认识的时候，他话语间都是很不喜欢这个继兄，而且从来不喊他哥哥，都是直呼名字的。3个月前，李媛媛妈妈公司出现危机，宣布破产后，李媛媛也就不用去公司上班了，让她来我公司，她也不愿意。长云哥哥，我怎么可能去上班啊？我才不要过打工人的日子，你养我就好了吗？他乖巧听话，养他也不是问题，只是这几个月他愈发神经兮兮了。只要我跟女人在说话，或者是多看了谁一眼，他就开始吃飞醋，每天都是各种盘问以及莫名其妙的问题。我想都是因为破除导致的他没有安全感的，所以我打算帮他把他妈妈的公司给盘活了。那是1个亿的单子，我平静地说道。
李媛媛的脸上一下子就难看了起来，她支支吾吾，脸上勉强挂着笑容。对不起，长云哥哥，我替他跟你道歉。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总不能真让警察拘留他吧？为什么不能？他一个成年人，忽悠我的员工放他进来，造成这么大损失，拘留他几天都算是轻的了。我话音刚落，李媛媛就变了脸。沈长云，那里面是人待的地方吗？你把我哥搞进去，你这让我爸妈怎么看我未来的老公？以后我们俩还怎么相处？你缺这1个亿吗？我看着他半晌，随后深吸了一口气。这个单子是给你妈妈公司的，你如果觉得不重要，那就不重要。李媛媛的脸色又变了，她瞪大了眼睛。你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？现在李无缺已经闯下祸了，你再说这个，你不觉得很假吗？而且我家已经破产3个月了，你现在才想起来要帮助我家，未免也太迟了。他冰冷的样子让我感到陌生。他妈妈公司规模并不小，其次她又是一个很有自尊心的女人。貌似3个月前我提议注资或者直接给她钱，都被她拒绝了。她说要靠自己努力重新救回公司，甚至是卖豪车卖房子。我想用谈个单子方式给予她帮助，她会更容易接受一点。所以我这个月没日没夜的忙，到头来就是自作多情了。你不信任我？我皱紧眉头，眼底也满是不可置信。而李媛媛也只是眼底闪过一丝恨意。你都把李无缺报警抓进去了，我怎么信任你？那我要不追究，你能相信我？我试探地问道。李媛媛的面色缓和了一些，她点头道：这是自然。我真笑了，他还真是会给我惊喜呢。那你走吧，我不可能不追究的。我今天要放过他，怎么让公司的人服众？更何况拘留几天，是他一个大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。他不是你亲哥不是吗？李媛媛气得红了眼眶。行，沈长云，你要真的这么做，我们就分手。他扭头就跑了出去。我站在原地，并没有追出去，我只想跟他谈一场平等自由的恋爱，到了合适的时间就结婚。他的吃醋小心思我都可以包容，这说明他是爱我的，在乎我的。可今天跟他没有血缘的哥哥犯了这么大错，他包容李无缺逼我做决定，甚至分手2个字都可以随意说出来。老板，需要买点什么礼物给李小姐送过去吗？她走的时候看起来很生气。秘书进来送文件，顺便提了一嘴，不用，她提分手了。老板，女人说这话一般就是气话，是想让你哄哄她的。秘书继续劝道，不是我的错，为什么要我去道歉？难不成以后每次这样我都要去道歉吗？想到这里，我就越发觉得生气，随后拿出手机在兄弟群里发消息，约他们晚上去喝酒。除此之外，手机就再也没有响过了。我频繁看手机动作，惹得其他人笑话我。沈哥，要实在是想人家，就发消息给人家吧。就是啊，这望眼欲穿的样子，你老婆又看不见，哈哈哈哈！我红了耳根。心里堵着气，就是不愿意主动道歉。就这样过了几天，李媛媛都没有找我。在秘书的软磨硬泡下，我买了花，准备去哄哄李媛媛。路过她爱吃的甜品店，也打算去排队买一点一起带过去。我站在队尾，就看见了最前面的人。那不是我女友是谁？她勾着一个男人脖子，害羞的撒娇。而那个男人就是刚放出来的李无缺。哎呀，好哥哥，不生气了好不好？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我们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女人，我不想你嫁给别人，要不然我们就私奔。不行，如今公司破产，我也没钱养你。我跟他结婚了，
就可以给你打钱，让你开个拳击馆，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你个小女人，我都说多少遍了，我不需要你的钱，我真的无时无刻都在想你，想把你占为己有，不可以，哥哥，你是我名义上的哥哥，我们不可以，至少我跟沈长云在一起，爸妈就不会怀疑我们了。好一对苦命鸳鸯，两人肆无忌惮的亲吻，惹得后面排队的人面面相觑。我转身就走，一路飙车去了公司，把我车里的花解决掉，顺便换辆车。那个车我不想开了，我黑着脸，气得砸了桌上的情侣杯，包括李媛媛为了宣示主权放在办公室的摆件，还有合照，统统都砸了。这对渣男贱女，这是拿我当凯子钓呢？霸总文学看多吧，一口一个女人，是想恶心谁？怪不得李媛媛从来不喊李无缺哥哥，甚至表现的都很不喜欢这个哥哥。原来这两人背地里还有这勾当。好的老板。没过一会，秘书进来，亲自收拾办公室里的狼藉，然后把新的车钥匙放在了我桌上。因为李媛媛不喜欢司机开车，也不喜欢有女人在，所以基本都是我亲自开车去接送她。合着这是把我当黑工用呢？我去酒吧买醉，打电话叫来了秘书，给你涨双倍工资，从现在开始你也做我生活助理，现在送我回家。我头晕的扶额，恍惚间好像看见了小秘书满脸怨气的样子，顿时喜笑颜开。好的老板，需要我扶你吗？他谄媚的样子着实把我逗笑了。我给李媛媛送了一堆奢侈品，也没见她多高兴。给秘书涨个工资，她就立马给我情绪价值，这简直没有可比性。我迷迷糊糊躺在床上，老板喝了醒酒汤再睡，我大脑反应迟钝，就被他喂了一碗汤下肚子，顿时暖和的我困意更盛了。我一年所有日子基本都会早起，养成了习惯。刚下楼，秘书就已经在等着我了，准时效率堪比闹钟。我指了指他，在他期待眼神中，我吐露了口气，涨工资。我记得找人去调查一下李媛媛，还有她那个哥，我要知道一些我不该知道的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头顶仿佛有一顶响相当绿的帽子，而刚到公司，李媛媛就来了。她一看见我，就委屈地跑了过来。长云哥哥，我说分手你就几天不找我啊？你太让我伤心了，是吗？跟自己名义上哥哥在马路上互啃，也没见他伤心啊。我藏着冷意，我不找你，你不知道来找我。或许是我跟之前态度完全不一样了，这让李媛媛有些反应不过来。她愣了下，随后笑着道：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你也给李无缺教训了，能不能消气了？我给你做了爱心便当，去你办公室吧。我没说话，任由他跟着我进去。之前让我最暖心的就是李媛媛一个千金小姐，经常变着花样给我做吃的。她很可爱，却不自知。如今看着她打开的便当，我深刻怀疑这是李无缺吃剩下的。长云哥哥，我喂你。李媛媛刚贴过来，我就挪了下屁股。我现在不饿，马上要开会，你自己先去玩吧，我晚点去找你。李媛媛嘟囔着嘴巴，好吗？那你周末跟我回家吃饭吧。长云哥哥，我妈妈这几天总念叨你。我敷衍着，本以为他马上就走了，谁知道他会开口找我要钱。长云哥哥，我想买个包包，实在是喜欢。要换做以前，他能开口找我要钱，我是很欣喜的。可现在，他不是拿我的钱去养他的好哥哥吧？喜欢就买啊。圆圆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点吗？就是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，别人总是既要又要，而你什么都不要。我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脑袋，李媛媛尬笑着，她嘴角抽搐。送走他后，
我脸上忍不住地挂上讥笑。下午时候，秘书拿着一个文件袋走了进来。老板，李小姐离开公司后，就去了李无缺上班地方，拿出了跟你这个差不多的便当盒子给了他。两人在换衣间待了半个小时才出来，然后李小姐就离开了。秘书汇报得很仔细，仔细到我头顶更绿了。那照片更是让人想入非非，怎么从更衣室出来，脸上的妆还花了，口红还掉色了，还可爱吗？可爱他个屁！把桌上那个便当拿去喂狗。我气得双手揉搓着脸颊，压根就没脸见人，甚至不想对上秘书那略带同情的眼神，好像在说有钱咋了，还不是被绿了。这显得我很恋爱脑，而且之前为李媛媛做的一切都非常白痴。人家跟自己哥哥是痴男怨女，我还跟人家表白在一起快2年，我是个什么东西啊我？当晚李媛媛又来找我，说是接我下班。常云哥哥明明还在办公室里，李媛媛就跟发情了一样，微红着脸颊，嘴里还喘着粗气。怎么，李无缺没有满足他吗？我很想问出口，但是为了让他们俩付出更大的代价，我还是忍住了。我要加班，你不用等我。我不懂风情地瞥了他一眼，然后就一直看着电脑屏幕。李媛媛急了，她直接一屁股坐在了我桌子上，一手要撩开自己的衣服。我故作惊讶道：媛媛，现在天气这么冷，还有蚊子咬你吗？这红红的是什么？李媛媛吓了一大跳，她赶紧拉上了衣服，对上我好奇的眸子，虚心笑着解释：应该是过敏了吧，怪不得我刚刚感觉我不太舒服，我去医院看一下。常云哥哥忙着工作，也要注意休息哦。爱你啾咪啾咪。李媛媛快速在我脸上亲了一下，然后就领着包离开了办公室。我黑着脸把秘书叫了进来，消毒湿巾，我要洗脸。很快，私家侦探那边又有了动态。李媛媛并没有去什么所谓的医院，而是又偷摸去找了李无缺，两个人打得火热朝天。之后的几天，他每次都来先找我，我借口忙后，他也并没有纠缠，而是跟李无缺更加你侬我侬了。一直到周末，李媛媛叫我去他家吃饭，如今他们一家开销就靠着李媛媛养父那小公司的收入了。李媛媛妈妈公司倒闭后，整个人状态都不是很好。我刚到她家，李母跟李父就迎了上来，左一个常云，右一个常云，各自夸赞我：媛媛嫁给你，我是放100个心的。你们也在一起2年了，打算什么时候订婚啊？李母终于说出了她的目的，她脸上挂着笑容，期盼地看着我。前面的话不过都是铺垫而已。李父也立马笑着附和：是啊，你们早点结婚，媛媛妈也好给你们带外孙子啊。你这话说的，外孙女我也喜欢，那是自然。他们老两口一唱一和，我都淡笑点着头。我看向李媛媛，就见她一直低头不说话，似乎有些不高兴，都要看媛媛意思。她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下个月就可以订婚，彩礼1000万，外加上1辆车，还有1套房，该有的我都会给媛媛准备好。我笑容不减，听到我说的话，三人均是一脸震惊。这么多？常云啊，我们家情况你也知道，可能拿不出那么多陪嫁的。李母尴尬笑着，擦擦莫须有的汗。我摆手，没关系，我只要媛媛这个人就行，我爱的是她，只要她爱我就够了。常云哥哥，我当然爱你了。李媛媛亮着眼睛，笑嘻嘻道：她倒是会变脸，刚刚不还是听到他妈提结婚事情，一脸不高兴呢？这是见钱眼开啊，还是想给李无缺开更大的拳馆？我掩盖眼中的冷意，低头喝了口茶，准备开饭的时候，李无缺回来了，他一脸怒意，
阿姨，沈长云先前都把我拘进去了，你们怎么还能让圆圆嫁给他呢？她嫁过去根本就不会幸福的。李父立马变了脸，不是让你别回来吗？你今天不上班？爸，圆圆也是我妹妹，她要结婚这么大事情，怎么能不跟我商量？李无缺声音更大了，他拖来椅子，就一屁股坐了下去，恶狠狠瞪着我，好像我要抢他老婆一样。以前看到李无缺，我只当是他不喜欢李圆圆，也就不喜欢我。现在看来，还真是在抢他老婆呢。我轻笑着看着他，哥，那次不是你冲进来搅黄了1个亿单子吗？如果谈好了，我就可以把阿姨的公司盘活。你若真觉得你没错，我也没话可说。我话音落下，李父跟李母都炸毛了，显然他们不知道这事。1个亿，李无缺，老子打死你！你哪有人家沈长云1/10好？你，我今天非要打死你，还骗我说就是几百万的单子，你真是翅膀硬了！李父要动家法教训李无缺，这件事上李母黑着脸，他肯定不会拦的。叔叔，算了吧。我当然也就象征性一劝，不行，我今天非要家法伺候，1个亿单子他都敢搅黄，还有什么是他不敢的？李父瞬间红温了，气得发抖，给老子跪下！李无缺阴狠的目光瞪着我，他不想跪，应该是碍于我在场，可他爸爸说话还是管点用的。几句话就逼得他下跪，在场唯一着急的就是李圆圆了。爸，算了吧，哥哥他也不是故意的啊。再说长云哥哥那么做确实有些过分了。李圆圆话音未落，就被李母拉到了一旁教训。你还当你是千金大小姐呢？1个亿，你这是辜负了沈长云对你的好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懂事的女儿啊？当然我也看得出来，李母跟李父气归气，更多的是做戏给我看。这泼天的富贵，可比3000万的彩礼要诱人多了。李母再次看向我的目光也更亮了。长云啊，你年纪也不大，做事总是这么靠谱，让人放心。反倒是圆圆跟他哥哥不懂事，这让我们老脸往哪搁啊？李母一拍大腿，气得都要晕过去了。李父也顾不上教训李无缺，而去扶着李母坐下，好生安慰着。李圆圆红着眼眶，她也着急她妈妈的身体，但更气我不帮忙说话。长云哥哥，你真是变了，你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的，你怎么还翻旧账？好好一顿饭，现在被你毁成这样了。我故作纳闷道：圆圆，我怎么知道你跟你哥哥瞒着叔叔阿姨？这怎么也怪到我头上来了？我也是真心想帮阿姨的公司啊。李母看着随时就要晕过去一样，听到我这话又来了精神。李圆圆，是我这些年把你养得太娇惯了，人沈长云对你这么好，你还挑三拣四，他若是嫌弃你了，跟别人在一起了，我看你还埋怨不？他话音落下，李无缺倒是不乐意了，明明还跪在地上，穿着背心的胳膊上清晰可见李父刚刚用戒尺打的痕迹。他不屑道：圆圆那么好，他凭什么找别人？离开了圆圆，还有哪个女人愿意跟他？不是我说，他沈长云也就一般般，男人的自尊心总是很要强。我嗤笑着，压根不用我对他。李父李母都忍不住把他数落个底朝天，甚至勒令他马上离开家，让他不要碍眼。妈，叔叔，以后我们都会是一家人的，为什么要吵得这么不可开交？哥哥也只是护着我多说了几句，他没有坏心思的。李母气地指着李无缺，他是把你当……但话说一半，立马被李父碰了下胳膊，这番话也就戛然而止了。两个人都气得不轻。随后李母先缓和了过来，吃饭吧，让长云见笑了。没事的，阿姨，一家人吵闹很正常，我爸妈就从来不会吵架，
也不怎么交流。其实我挺喜欢你们家的，很有人气。我昧着良心说道，内心实则给老爸老妈狠狠鞠了一躬。我爸妈都是豪门结婚在一起，压根就不会吵成这个样子，更不会在有外人的时候如此丢人。常云这孩子真的没话说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这么好的女婿。圆圆，你好好跟人家在一起，知不知道？以后结婚了，也要在生活上多照顾他。李无缺气得摔门离开后，这餐饭还算和谐，只是李媛媛脸色不好看，被李母提醒之后，才敷衍了几下。吃完饭后，二老要李媛媛跟我再出去逛逛，开车了一段距离，我就装作才发现他不高兴的样子。媛媛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想跟我订婚吗？提到订婚的事，他才立马有了反应。他扯着嘴角笑容，没有，常云哥哥，只是我心里还在担心哥哥他也是为了我好。今天所有人都说他心里肯定不好受。我一个急刹车，冷眼看向他，媛媛，你哥不让你嫁给我，你觉得是为你好，你怎么不帮我说几句话？以后我们才是一家人，他不是你亲哥，你这么护着他，为他着想，你有想过我的心情吗？我们都冷静冷静吧。你先下车。我打开了车锁，不再看他。常云哥哥李媛媛还想解释什么，看我黑脸，又或者是心虚，她突然哭了起来。常云哥哥，你为什么不信任我？我满心满眼都是你，你工作忙，我就不打扰你，我只是关心了一下我的家人，你就用这么大恶意揣测我，你太让我伤心了。我以及不说话，车子开着双闪，等待他下车。李媛媛又哭了一会，她气愤地甩开车门离开。我不担心她的安全，毕竟李无缺的五菱宏光就一直在后边跟着，怕不是担心我要带李媛媛去干嘛。笑了，别人用烂的二手货，打死我也不可能再跟他有接触的。我驱车离开，继续去处理工作了。不出意外，第二天李媛媛就主动来找我认错了。毕竟我承诺的彩礼，值得李媛媛妈跟李无缺的爸天天跟进度。常云哥哥，是我昨天情绪激动了，我只是太爱你了，你不要不理我好不好？你要不喜欢我哥，我以后都不提了，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？你都好一段时间没有碰我了，真的好想你。李媛媛低喃着，她要过来坐在我腿上，我当然不乐意了。媛媛，你已经不是一次这样子了，你太让我寒心了。我希望我们还是冷静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不要再见了吧。至于订婚的事情，就算了吧。听到我这么说，李媛媛才是着急了。离了我，她还如何去过千金大小姐一样的日子？不对，是豪门贵妇了。常云哥哥，你是不是有别人了？你背叛我了吗？李媛媛颤抖着，不敢置信地问道。她眼眶蓄满泪水，感觉随时都会掉下来一样。呵呵，她哪来的脸问我这话？没有，你还不信任我？我更心累了。我疲惫地叹气，揉了揉太阳穴，甚至是一副不想再继续工作的样子。常云哥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先休息休息，我过几天再来找你，都听你的。我只是太爱你了。李媛媛恰好掉落一滴泪，迅速抬手被擦掉后，转身就离开了办公室。我眼中瞬间没了刚才的神色。工作到半夜后，我又去了常去的酒吧喝酒。这一次，我让秘书陪我一起喝。洛安怡，你觉得你男朋友会在背后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吗？或者有秘密瞒着你？我撑着下巴看他，不会，因为我压根就没有男朋友，工作太忙了。他摇了摇头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看他喝酒，斯斯文文的，也不知道是能喝还是不能喝。我工作也忙，为什么我有？因为你是老板啊，沈总。洛安怡无奈地叹了口气，
那我给你放假，但不太行，因为你工作完成的确实很出色，但我没法弥补你。这样吧，再给你涨一点工资，算是你单身的补偿。我自认为自己这个想法很是不错，傲娇的刚要等他夸赞我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他放大的脸颊，他吻了我，两个嘴唇碰在一起，我几乎要失去了理智。这就算你补偿了？洛安怡尴尬地坐了回去，他又猛喝了几口。人家说沈总这么帅又这么有钱，能跟你亲嘴一定很爽。我刚刚也就是想试试是不是真的。你说要补偿的，可不能生气开除我吧？洛安怡像一只不安的小猫，不停偷看我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李媛媛从不针对洛安怡了，因为她很有分寸，几乎让人感觉她就是机器人一样。而今晚她像是活了过来，我一把扣住她的脖子，重新了刚才的吻。半晌后，我们气喘吁吁分开，这才是感受。我的声音也克制不住的有些沙哑。她媚眼如丝。当晚不知道怎地就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次日一早，我的床头只有10张钞票，还有一个便利贴。老板辛苦了。我神经啊，这种不告而别一般不都是男人做的吗？洛安怡，你死定了。我去公司第一件事就想找他算账，却没想到看见李媛媛在办公室坐等着我。是的，我还没跟这女的分手。长云哥哥，这才1天不见，我就好想你，想你，想你，想你。李媛媛笑着撒娇，我却面无表情。不是说冷静几天吗？你现在连我话都不听了。好了，我又不是不要你了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在筹备订婚事宜了，等一切安定下来，我们再好好谈谈。我捏着太阳穴，自顾自去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。李媛媛叽叽喳喳说了一堆，无非就是说自己幸福开心的事情，随后便离开了。洛安怡进来后道：老板，李小姐刚出我们公司，李无缺就来接她走了，2个人应该是一起来的。把视频东西都准备好，这场订婚宴我要他们俩身败名裂。好的，老板。洛安怡刚要走，就被我喊住了。这段时间你也好好思考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出去吧。我没有看他，等办公室只有我之后，我才发现我的心乱了，很奇怪的感觉。最主要是洛安怡从不会过问我的话为什么，不像李媛媛一样，她心里想什么心情什么样都会写在脸上。洛安怡那个女人真不简单，忙了一天工作，反而总出小差的人成了我。下月初订婚，其实几天时间也就一晃而过。真正到来那天，我甚至没有亲自去送礼服以及安抚李媛媛的情绪，他们家也没打电话来催我，生怕我反悔了，以及他们还要忙着让李无缺不闹，光是这件事就让他们够头疼的了。订婚那天一切就绪，我并没有请自己家这边的亲戚来看我笑话，而是让洛安怡找了许多演员，甚至他们都没见过我父母，就匆匆答应了这场滑稽的订婚宴。李父跟李母忙着跟我的假父母寒暄，谄媚的样子不能说难看，至少目的很纯粹。李媛媛挽着我在台上准备给大家敬酒，司仪也在一旁说着订婚喜词。长云哥哥，你没有把彩礼换成现金吗？今天我家来了许多亲戚的，你这弄得我妈妈有点尴尬啊。李媛媛埋怨道。我笑着安抚，不急，都准备好了，装着现金的箱子已经拉过来了，这个环节结束就可以打开。李媛媛明白地点点头，笑着挽着我。长云哥哥，可以嫁给你，我真的好幸福，以后还要天天给你做便当吃。看着台下李无缺那极度的要发狂的视线，我勾起唇角，让你哥哥也上来说几句吧。
毕竟你比较在乎他这个哥哥。李媛媛脸色变了下，她接收到李母的眼神后，就摇了摇头：“算了吧，长云哥哥，今天主角可是我们俩呢。”而李无缺听到我喊他，他自信的就跳上了台，他旁边的李父都没拉住他。沈长云，媛媛嫁给你，若是不幸福，我这个做哥哥的绝对会把她抢走的。有心人自然听得懂他什么意思，但其他人也只是觉得他这是出于哥哥对妹妹的保护。突然，场内的灯光全部黑了，就大屏幕还亮着，所有人都以为是有惊喜。长云哥哥，你给我准备了我不知道的惊喜吗？李媛媛雀跃的声音在我旁边响起。很快，她跟李无缺苟合的视频被剪辑放了出来，甚至还有对话：“媛媛，你是我的女人，你不能嫁给沈长云，快说你爱我，不然我就狠狠打你屁股。”李无缺威胁着。很快就是李媛媛的乱叫，她魅惑的表情看得出来她很不满足，因为没几分钟就结束了。哥哥，我爱你的，可我们名义上是兄妹，我们注定不能结婚的。李媛媛的这话被循环播放着，灯光亮起，我这边的亲戚演员很快开始指责叫骂了起来。李母跟李父的脊梁骨都要被他们的亲戚跟熟人给戳烂了。啊！这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，这是有人要陷害我！啊！李媛媛慌乱地捂着自己胳膊，她要去砸了大屏幕，而李无缺比她先一步，随后就要把李媛媛抱在怀里安抚。媛媛，我在！啊！你滚！你滚啊！李媛媛尖叫着。他长长的指甲要抓烂李无缺的脸了，甚至是李母跟李父着急上台要把他们给扒拉开，两个人混合双打。这时候李无缺大脑才反应过来，已经迟了。他指着我怒吼：“都是沈长云设计要害我们，我害你们什么？想不到李媛媛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居然跟自己哥哥搞在了一起。枉我这么爱你，对你这么好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。”他几分钟就把你勾成了个骚货。我也怒吼了起来，这是我真实的情绪。绿帽子戴这么久，是怎么也笑不出来的。没有，长云哥哥，你相信我。李媛媛她跌倒在地上，哭着要来拉我裤脚，我后退2步躲开。都这样了，你还狡辩？你他妈你才几分钟，老子不比你牛逼，老子是健身过的，身材不比你好。李无缺作为男人的尊严被践踏了，他刚吼完，就被李父抬起的椅子一下砸到了脑袋，当成脑袋开花。好好的一个订婚宴，成了如今闹剧。我很满意。洛安姨那边也安排着演员们散场，至于李媛媛家那边，李父自己动的手，自然没人会报警，只能帮忙叫救护车。你还老子，老子今天要打死你这个孽障！这是你妹妹，你毁了她婚礼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李父怒气冲冲，而李母已经哭得肝肠寸断。而这个时候，他还有功夫去找钱箱。行李箱被打开的一瞬，无数冥币飞了出来，李母当场就晕了过去。李媛媛坐在地上，惊恐地说不出话来。不是把她当接盘侠等着拿钱吗？好好收着吧。宾客散场，离开宴会的时候，耳边都是李媛媛亲戚的臭骂声。今天他们作为女方宾客，也是丢脸丢大发了，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。而李媛媛还有脸追来车库找我。长云哥哥，长云哥哥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我真的不喜欢李无缺的，这都是误会。他哭化了妆容，此刻狼狈得很。我冷漠至极。是吗？视频是我找人拍的，包括你们俩亲嘴也是我亲眼所见。你真让我恶心。李媛媛拼命摇头，她带着哭腔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长云哥哥，
都怪我为了刺激做了这种不符合常伦的事情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真的是爱你的。你工作太忙了，可我也是个正常的女人，我也是有需求的啊。我们每次都有错失。长云哥哥，你放心，我很干净的。我要被气笑了。李媛媛，在我眼里，没有比你更脏的女人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我拉开车门进去，司机立刻上锁。李媛媛拍打着车窗，不知道说着什么，反正我是一个字都不想听。离开了宴会厅后，我回了家，等待洛安姨来找我。宴会乱七八糟，加上损坏，也是需要赔偿善后的。老板都处理好了，我们俩相顾无言，谁也没有先提起那件事。最后还是我忍不住打破了僵局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不当情人，是女朋友，也不当月抛女朋友，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？女人沉默了一会，可以，但你不能以此为由不给我发工资，也不可以开除我。我需要这份工作，好吧？他还是不信任我，毕竟这么突然的事情确实需要时间消化。我没有强迫他晚上留下来，打算按照正常约会流程慢慢跟他接触，因为我觉得洛安怡是个很有意思的女人，而且工作能力强得令人佩服。闹剧结束后，李无缺找上门了，他在地下车库等着我，甚至还拿着一把刀。沈长云，你毁了媛媛，我绝不允许你还活着，你去死吧！李无缺冲上来就要砍我，我推开洛安怡，独自面对。好在我平时也健身，也不至于被李无缺几刀子捅伤。沈长云，我报警了，你撑住！保安马上下来，你有女人了，为什么还不放过我妹妹？是你拆散了我们，我要杀了你！李无缺过于激动，在保安合力制服他之前，我被刀割伤了，胳膊上的血很快浸湿了白衬衫。洛安怡红了眼眶，她快速打电话叫救护车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着急，是因为我受伤，她的手拼命按住我的伤口，眼泪掉了下来。李无缺被警察带走了，我缝合好伤口后，也被带到了病房休息。因为伤口深，需要住院一段时间。洛安怡，我要喝水。我眨巴眼睛看着洛安怡。沈长云，你这个男人真的是坏透了。我喜欢你了3年，这期间你有2年都在跟别人谈恋爱。我只想好好工作，不想跟你有进一步发展。我们差距太大了，可你为什么今天要把我推开？想展现你男子力吗？洛安怡不停擦眼泪，要不是身体情况不允许，我看他还想打我。我不可能看着你受伤的，只要有我在，先死的肯定是我。我话音落下，他就快步上来稳住了我。我刚要心跳加速，洛安怡就生气道：作为一个总裁，怎么能不标配保镖？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我必须给你招2个贴身保镖。现在疯子太多了。好，未来老婆说什么就是什么呗。我笑着任由他揉我的头发。洛安怡让公司的律师团队往死里告李无缺，这个牢他坐定了。全程李母跟李父都没有出面，只有李媛媛过来跪着求我。沈长云，算我求你，能不能不要让他坐牢？你已经让他进去过1次了，你又没有什么大事。你到底爱不爱我啊？李媛媛哭喊着，我被气得真的要吐血了。我勾起一个微笑，怎么只有我死了，你才担心我呢？李无缺是没砍死我，不然你今天就要在我坟头哭了。怎么可能？无缺不是没有分寸的人，他只是气不过你那么对我。还有你让我身败名裂以后没法做人，让我妈妈跟叔叔都抬不起头来，我都还没追求你的责任。如果你非要让李无缺坐牢的话，我也要告你。李媛媛气愤瞪着我，我动了动手指头，无辜的轻咳了声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
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在外边等待的洛安姨立马进来了。洛安姨，你滚出去！你就是个秘书。你，李小姐，那你是什么？一个背叛老板的前任。该出去的人是你。还有，你没有证据证明订婚宴上的事情是老板做的。我劝你少说几句，不然我司绝对会告你诽谤。洛安姨向来情商很高，只不过现在她并不需要对李媛媛客气了。李媛媛目瞪口呆，明明就是你们做的，你们还不承认？好了，你背叛我的事情，我不想再提了，也不想再看见你。我明明说过了，至于李无缺，他必定坐牢。我摆手，语气很不耐烦。洛安姨叫来了保安，要把李媛媛请出去。李媛媛当然不甘心了。沈长云，反正我也没脸活了，因为你，我叔叔跟我妈离婚了。你要真把我们逼上绝路，那我就在你公司门口自杀。你如果不愿意娶我，就给我3000万，还有1套房1辆车，不然咱们谁也别好过。我笑了，以前给你你不要，现在你上赶着求我，我凭什么给你？你爸妈离婚，你再等个几年，不就能跟你心爱的哥哥结婚了吗？他可是为了你都去坐牢了呢。李媛媛拼命摇着头，我爱的人一直都只有你啊。我看向洛安姨，之前便当的检测报告都准备好了吗？起诉他意图毒杀我。洛安姨点点头，当时要不是我气愤，让他把便当拿去喂狗，喂了几天狗居然死了，吓得洛安姨赶紧给我安排了全身检查。好在有毒的便当刚好是从那天我没吃的时候开始的。李媛媛怒瞪着我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可能给你下毒？证据确凿啊，不是你就是你的好哥哥。不过他已经进去了，你也进去陪他吧。我话音落下，李媛媛就飞快走了。她着急要去找李无缺质问，随后又来哭着求我，长云哥哥，是他下的毒啊，不是我。他嫉妒我要嫁给你，要毁掉我们，是我被他骗了。李媛媛一直强调不是自己下的毒，可她跟我解释有什么用？应该留着跟警察解释去。只是没想到，李媛媛被判刑后居然精神出了问题。她被送到了精神病院，这一天也是李无缺判刑的日子。他们狼狈为奸，想要让我当冤大头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他们丑陋的事情会有被揭露的一天。喜欢刺激，就要为刺激买单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